好，各位好，我是 Tim， 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后台节目。那么这期节目和平时稍微有这么一点不一样。其实以往的后台节目很少能够参与其中去实际体验，更多是通过采访还有讲解来带给你一些技术和知识。但这次不一样，我们来到了成龙大哥的陈家班训练基地，不仅跟着各位陈家班的老师学习了一段武打戏，还很荣幸的邀请到了非常著名的武术指导何军老师，来邀请他和我们一起观看他曾经指导还有出演过的片段，再来讲述一下那场戏背后的故事。那在这之前，我想先班门弄斧，给各位来分享一下我在陈家班训练了一整个上午的成果。不知道各位看了以后觉得怎么样？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挺酷的，因为有一次非常新奇和难忘的体验，但是很疼，和我上次那次爆炸有过之而无不及。那虽然看起来我的整个动作都比较流畅，真的流畅吗？希望你觉得流畅，但其实整个拍摄过程还是非常非常狼狈的。闪风一搭手，对，然后这里大，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收力，因为没练过，我不知道。没事，你不收力也行。哎，差不多。没事，他来了啊，你不能慌。OK， 我不会打到你。好，行，我在那里。看我，镇定。是这样吗？哎，后面就是他，挡。左手挡。左手抓，这个抓这里。抓。然后是抓手，然后反，来琢磨嘛。1、2、3，所以说经过了这上午的这一番训练，你看我手上现在已经开始有乌青了，才这么几下就成这样了。我感觉今天体验下来最明显就是行行出状元，看起来都很简单的一个动作，真的要练好久好久。先这样讲，我觉得其实你非常棒，谢谢。因为我在下面看你学动作也特别的快。所以说，假如说那些有的这种电影里面那些长的那武打镜头，其实是要练非常久的，对吧？对，像你看以前我们的这个功夫片老片子，你比如说像成龙大哥的呀、李连杰的呀，他们的这个身体运动能力能够去完成这种长镜头的拍摄。对，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也可以再来看一看以前成龙大哥的一些这个作品，他为什么厉害，厉害在哪儿，然后有一些这种技巧他是怎么实现的。好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打死咗，你又收唔到錢，咪當晒一驚百咯。跳啊！唔好啦，咩爹哋，唔跳啦！等下这个镜头他怎么做到的？他怎么做到换手的时候，他的人没掉下去？实际上拍摄的时候我们是有威亚的，我记得有21层还是22层高，我们就在顶楼上面搭了一个架子出去，上面就挂一个单滑轮，就2个人手这样就抓着。所以这个威亚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观众会有误区，他以为是一个电动的这种东西在脚，其实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人拉的，对吧？像这种动作，电动的根本不可能完，机器去做这些威亚它就是准，但是像这些动作它要特别灵活。人眼睛看到手上的力量，它是反应最快的。但这根威亚呢，完全就只是出于万一有任何问题，你不至于直接摔到楼底下去。这真的跳下去的吗？对，而且你想，我们看的那个差不多这个落差有2米，有2米，也就是说你每一跳都是2米，20多层楼高，
从头跳下去，哇，那个腿都软了，因为你每跳一个，你完全得靠自己大腿的力量，而且你跳下去要特别准，你稍微偏一点，你人就出去了。就这样连续的，而且这个镜头这么长，对啊，然后直接跳到楼底。对啊，这个对演员的心理压力也大。你这样跳下来，然后因为可能我一句台词讲不好，也许得重拍。问题还没有电梯哦，就直接爬上去，还得自己爬楼梯爬上去，然后自己从窗户里面翻出来。这个太可怕了。这何老师你吗？对。哇，这是你。对，我现在才认出来，刚刚那个动作已经就这么几下，就好多动作就过去了。像这样的一场动作戏，一般何老师你们是先直接整一个戏给排出来，然后再来进行拆解和拍摄，还是就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这样拍过去？啊，那肯定是先要有一个整体的想法，完了之后再去进行分解。当你的这个肢体在运动过程当中，有些东西你不一定能够一次性的成型，或者去完全做到它。也有这个现场环境各方面的制约。你看，像这个有些打呢，是因为我们要定这样的镜头了，然后根据这个镜头，我们再去策划动作，再去设计一些动作。OK， 我这个动作这样，比如说做个转体，对吧？对。那你用那么紧的镜头，你啥也看不见，你就感觉一身白衣服或者是一个肉轱辘似的，都没看明白。对，那你用全一点的镜头，你最少把动作能看清楚。对，像这里就全部看得清楚。而且我注意到您这边这个拍摄的过程中，就是会有很多节奏点，就比如说先是快的几下以后，然后像现在就会有这么一个比较搞笑的一个相对节奏舒缓一点的这个过程。你让大家看，比如前面哗紧的就会让人感觉眼花缭乱的。那突然这个蹦，你放松一个出来，你让你的视觉也是原来这个环境是这个样子的，就跟人呼吸一样，你得要这样，我们就说你得要有一个气口。那你们这些真正接触到的地方，是不是其实两个人力量还是上的很多的？对，肯定得要有力量，真得这样敲。对，真得打。之前我记得就踢这一个你看着成功的拍的时候我们多少次失误啊！100，要不是没摆准，脚一踢歪了，那个琴到一边去了；要不就是这边100，我脚还没腾得过来，那个节奏又不对，应该是那个琴刚好一下，我脚又到踢走打，就是所有的东西它一定是好像严丝合缝的，就有这种流动的这种感觉。对，它要很流畅，所有的。对了，这个镜头怎么拍出来的？刚刚这个其实是在3个不同地方拍的。这样的吗？刚才白色的那个是中央美术馆里面有这样的斜坡，而撞这个玻璃我们在哪儿呢？怀柔这个中影基地室外的一个厕所。从厕所里冲出来的吗？不是，厕所上面因为有一个平台高度也合适。下地之后滑呢，就又是在那个山路上面。又换了一个地方，那这种冲出来这不会受伤吗？我就担心这种经常看到有这种打碎玻璃或者是冲出来的这种一拳打烂玻璃或者拿头去撞玻璃很多时候就是用这个糖胶玻璃，它就易碎，对吧？那像这种大玻璃，一般我们就是用钢化的，因为你用糖胶玻璃它承受不住这么大面积。我们出现过几次，嘣一撞玻璃之后，整个人给弹回来，整个人都懵了，跟撞墙是一样的。所以说变成这些玻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要放那个撞针。一打脚，它是一列的同一时间人体去撞击出去，这样才可以。这滑轮也都是真的练着拍的吗？真的练，其实是挺难的，因为这样就大概练了5天，5天就上了，练了5天。那没办法，不可能有这么多时间。那像这一段大概拍了多久？就是真正拍摄时间？26、7天吧，就1个月。这一段镜头就花了这么久来执行。对。你像这些镜头就特别危险。这个就是真的车速度大概有多少？应该有30-40公里。当然这个呢，我们也是做了威亚，让人进去之后要左右移动，因为人进去贴车轮胎特别近了，而且所有东西都真实在路面上，都开动着，对吧？为了刺激你们也太拼了，太可怕了。我估计现在已经没什么人敢做这个动作了吧。What？ 这种镜头你们也敢实拍？这个确实是拍这个镜头，我自己都捏了一把汗。这个位置我们是用了合成，如果不合成，他司机也不敢用这么大力的去撞，全部都大哥没有替身，就直接就全程他自己做。这个是他大哥自己演的这一个兵的屁股被磨的，就2个都是他，其实对，2个都是他，他就为了达到这个完美的效果，就是说对，然后他就是
在现场他经常还跑去踢别人，就这样的啊。等下这怎么跳起来的？他这成龙大哥他刚没有这个呢，这个呢是有威亚帮助的啊，本身这个动作也能完成。我们用威亚呢，让它显得更潇洒。哎，然后他们这些摔的姿势我都觉得特别多，就是我不知道何老师你们摔有什么技巧吗？我发现摔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传统的来讲啊，戏曲也有专门的这种练各种摔法，因为你这种摔，你也是为了让对方显得更厉害。那好了，你要怎么样能够摔得又有力又好看，又不至于伤到自己？所以变成你看今天的那个我们叫后趴虎，对吧？后趴虎你有技巧啊，一来要不你就是身体整个平拍，啪这样下去，听着声音很响。但是呢，你把整个力给分散了。那你如果说是单独的一个位置，你比如那个一个翻，你过来以后，你是要求就单膝盖这样跪，哇，那个就会很伤人。你要想让自己不那么多受伤，那你就要在这个动作上面反复的做。传统拳里面大家还有杠手，我们两个一杠手，你天天练着的，你撞着你没什么感觉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疼，你才可能说让自己更放松。越放松，你才能越快。所以你看，现在看那动作好像轻描淡写，一下就来。今天早上你试的时候，我这根本就不可能。我今天就为了抓那一根这个杆子，就抓了至少1个小时吧。对，是这样的。所以说，长年累月的做这些动作，已经非常熟练了，才可以这样。这个是在云南搭了一个5万平方米的房顶。5万平方米，对，在云南拍的嘛，那云南当地的跟这个北方的扣的瓦片啊什么，它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你看它这屋顶的造型，它也是照着北京的那种以前老胡同那种院儿，它有那什么正房、偏房那个，所以这些还从北京给运过去。那造这个景得花多久啊？这个我记得我们去看景的时候，主体结构已经有了，这个屋顶还没搭，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干了有7、8个月了。太可怕了，姜文导演这个。彭于晏他是直接这空翻的吗？那个是替身去玩但彭于晏在做这个之前，专门在基地这边练了有20天，因为这里面也有很多跑酷的这些动作是他自己来完成，但这个难度在于他屋顶它就有这个高低不停，你自己脚下没谱就很容易崴脚，所以说现场永远就是什么呢？冰弹、速冻剂，就难免会有受伤。对，难免。你看啊，现在是剪出来这样，但实际上在现场拍摄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一条镜头下。有一段我们是5万平方米，飞猫一路跟从最头的开始啊，远远的一个全景一样，这样替身也不穿帮嘛，跑到近景以后跟背后，再怎么追到前面来，又是彭于晏自己在跑，某个位置一下一接啊，再出来一个人，机器再跟，又是替身，5个替身。包括陈宇晏自己在内6个人，好像做接力一样，交替着排一整条。第一天一个那个龙精虎猛的跑了一趟，想我怎么觉得呼吸不过来呢？因为那个高原啊，缺氧。那屋顶上面实际上那个时候是想的什么呢？屋顶下面是龙蛇混杂，乌烟瘴气。你去到屋顶以后，你会觉得哇，瞬间豁然开朗。就用跑酷这种又有一些技术动作的展示，体现这种。人在这上面觉得很自由，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动作想的时候，有时候它还是要根据一个你到底要表现什么。哇，这太讲究了，真的。一部电影真的，当你把它我觉得解释开来以后，你会发现有太多门道在里面了。对，应了那句话吧，就叫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无论是演员自己本人，还是说工作人员，包括编排、设计、导演等等，可能为了那一瞬间的东西，那1秒钟的呈现，大家要付出。很多，中国的功夫电影、动作电影也有90多年，接近100年了。在我们这里是有非常庞大一个丰富的这种文化底蕴，一直在拖着这个动作电影，慢慢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以后，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何老师这边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应该以后也能够学到更多相关的这些知识，互相学习吧。有些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还得需要。收到更多的信息，也是大众的一些建议，没有完美，但是我们尽量去追求完美。对，好，所以最后再次感谢陈家班的所有的这些老师们，这太有帮助了。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好，拜拜。